每天一碗饭等于养血管炸弹，难道天天吃白饭真的会在我们血管中埋下一枚隐形炸弹吗？而首尔大学最新研究更是抛出震撼发现，有一种天然克星竟然能对抗这枚炸弹，让三酸甘油酯这种血脂在短短几个月内暴降将近40%。每天吃一次这种食物，血液变得清澈，血管通透不再阻塞，远离心梗和中风的威胁。听起来像不像天方夜谭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科学原理，抽丝剥茧看看白饭与血脂的爱恨情仇，以及那位神秘的三酸甘油酯克星究竟是何方神圣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三酸甘油酯。每当你去健康检查，报告上总会有一项三酸甘油酯，也叫做甘油三酯，英文 triglycerides 的数值。它是一种血液中的脂肪，也是身体储存能量的主要形式之一。简单说，你吃进来的热量如果一时用不完，身体就会把它们转化成三酸甘油酯，存在脂肪细胞里备用。适量的三酸甘油酯是正常的，但如果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长期偏高，就会变成一颗潜伏的炸弹。它不像胆固醇那样广为人知，却同样会逐渐伤害你的血管。当三酸甘油酯过高时，血液会变得粘稠，犹如在你的血管里灌入了油脂。时间一长，这些油脂可能在动脉内壁积聚，形成斑块，使血管逐渐堵塞。想象一下，管线里流的不是清水，而是粥汤，流速变慢，甚至堵住，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等致命事件。难怪医生们常说，高三酸甘油酯和高胆固醇一样，都是心血管的隐形杀手。那每天一碗白饭，怎么就和三酸甘油酯这种血管杀手扯上关系了呢？一般人提到血脂高，直觉会怪罪肥肉、油炸食物，觉得一定是吃油太多。但其实真正让你血油飙高的元凶，很可能是你天天吃的白米饭等精致淀粉。这一点常常出乎意料。我们传统观念里，白饭、面条、面包这些主食属于淀粉和脂肪丰，马牛不相及。很多人减肥或控制血脂时，拼命少吃油，餐餐清汤挂面，白饭配水煮青菜，油心不敢沾。结果复查发现，三酸甘油酯还是居高不下，简直崩溃。我都吃得这么清淡了，为什么血脂还爆表？其实这就是掉入了所谓淀粉转脂的陷阱。当你为了健康几乎不碰肉和油时，常常会不自觉地用更多白饭、面包、饼干来填饱肚子。然而，过量的碳水化合物，特别是精致淀粉，在体内会转化成葡萄糖，迅速升高血糖。血糖用不完怎么办？胰岛素会协助把多余的糖分重新合成脂肪，以三酸甘油酯的形式囤积起来。这个过程在生物学上有个名字，叫新生脂质作用，意思是把糖变成脂肪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吊诡的事，吃脂肪不一定让你的血脂最高，反而是吃太多淀粉和糖，可能让你的三酸甘油酯飙升更厉害。从营养学角度看，白米饭这类高碳水、低纤维的精致主食，消化吸收特别快，好比一团易燃的干草，一点火，胰岛素就轰地一下全部燃烧，放出能量。如果当下用不了那么多能量，剩下的火热能量统统被存成脂肪，在肝脏里源源不断涌入的糖分被打包成三酸甘油酯，送往脂肪细胞储存。一部分三酸甘油酯还没运走，就堆在肝细胞中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脂肪肝。同时，运送脂肪的卡车及低密度脂蛋白 VLDL 增多，于是血液里测到的三酸甘油酯含量也节节升高。这就好比你的肝脏是间厨房，适量煮饭做菜供全身使用，本来井井有条，但突然白米饭源源不绝送进来，厨房忙不过来，只好把多余的米饭先蒸成一锅锅饭团，三酸甘油酯堆在角落。那些饭团有的被仓库卡车 VLDL 运走储存在脂肪仓库，有的则干脆堆积在厨房角落。肝脏本身可以想见，厨房里堆满了饭团，工作空间被挤占，这厨房怎能正常运转？这正是脂肪肝形成的原因之一。而运出去的那部分饭团则流经血管运往全身，相当于油罐车在血管高速路上奔驰，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交通事故，动脉堵塞。所以天天一大碗白饭下肚，长年累月
确实有可能在无形中养大那颗埋在血管里的油弹。难怪有营养医师形容，别再只怪肥肉了，真正让你血油飙高的，很可能正是你每天的大白饭。这听起来很讽刺，但正是现代饮食中常见的问题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难道我要为了血管健康而告别米饭、面条，从此餐餐无淀粉？毕竟对我们亚洲人来说，白饭不只是主食，更是一种情感寄托啊。很多人一顿不吃饭就感觉没吃饱，长期低碳水饮食对一般人而言实在太痛苦，而且也未必适合所有人。我们总不能人人都去执行生酮饮食，把淀粉全部拒之门外吧？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既能吃得开心，又能顾住血管呢？好消息是，科学家们找到了折中的妙计。最近由韩国首尔大学研究团队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，就发现了一种对抗三酸甘油酯的天然克星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，只要把每日的主食类型稍作改变，就能让三酸甘油酯指标大幅下降约40%之多。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让我们来看看这项研究是怎么回事。这项研究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《细胞代谢》上，研究人员招募了200名有脂肪肝困扰的成年人作为对象，将他们随机分成2组，进行为期4个月的饮食干预试验。一组被要求每天摄取一定量的抗性淀粉作为主食来源，另一组则作为对照，摄入相同热量的普通淀粉。研究中用了非抗性的玉米淀粉做对照，除了主食种类不同，2组人在热量摄取上是等量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吃进肚子的总热量差不多，只是碳水化合物的质地不同。一开始，许多人对所谓抗性淀粉半信半疑，这不就是淀粉吗？能有什么神奇作用？然而4个月后的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。实验结果显示，使用抗性淀粉组别的受试者健康指标出现了戏剧性的改善。首先，他们肝脏中脂肪肝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，可以把脂肪肝严重度打分制想象成一个0到40的分数，数字越高代表肝脏内脂肪囤积越多。抗性淀粉组的平均脂肪肝分数由试验前的24分降到了试验后的13分，几乎腰斩了一半。这意味着肝脏里堆积的脂肪大幅减少了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他们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浓度也随之大幅下降了将近40%。用数字说话，就是从原先偏高的水平降到了接近正常值的范围。除此之外，使用抗性淀粉的一组在体重上也有下降，平均体重从83公斤减到了78公斤，约减重5公斤。反观另一组吃普通淀粉的对照组，他们的脂肪肝指数几乎没什么变化，体重也原地踏步，血液指标自然也没有改善。这种强烈的对比让研究人员十分兴奋，毕竟在医学界还没有任何药物能有效治疗脂肪肝，更别提让三酸甘油酯如此明显的降低。如今仅仅通过改变主食的种类，就达到了近似药物的效果，怎能不令人震惊？也许你会质疑，会不会只是因为吃了抗性淀粉组那组人减重了，所以指标才变好？毕竟体重下降本身就能改善脂肪肝和血脂啊。然而，研究更进一步发现，即便撇开体重变化因素，抗性淀粉本身也对脂肪代谢带来了独特的好处。负责这项研究的专家指出，抗性淀粉组的人就算体重没有明显下降，他们肝脏中的脂肪沉积和发炎程度也比对照组低，说明抗性淀粉并非仅靠减肥间接改善指标，而是直接对肝脏和代谢带来了益处。那么，抗性淀粉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？被称作三酸甘油酯的天然克星呢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其实，抗性淀粉 resistant starch 听起来拗口，但原理一点也不复杂。简单来说，它是一种吃了不太会消化吸收的淀粉。平常我们吃的白米、面条、面包等都含有大量的淀粉。一般淀粉在小肠里很容易被消化酶分解成葡萄糖，迅速吸收到血液中去，于是血糖飙升，引发胰岛素大量分泌。接下来的剧本我们前面讲过，多余的糖就会转化成脂肪囤积下来。然而，抗性淀粉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怪胎，它吃下去之后，并不在小肠老老实实变成葡萄糖，被人体吸收利用。
相反，它我行我素，一路撑过小肠的消化流程而不被理睬，就好像穿的隐身斗篷，让消化酶拿它没办法，一直等到它抵达大肠时，才被当地的居民各种肠道细菌盯上。原来抗性淀粉对我们人体来说不好消化，但对肠道菌群而言可是绝佳的美食。于是大肠里的益生菌们开始发酵分解抗性淀粉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代谢的物质。这些短链脂肪酸就像给肠道和肝脏的一份礼物，它们能减少肠道的慢性发炎，还能透过血液循环跑到肝脏，降低肝脏的发炎反应和胰岛素阻抗。有点类似帮肝脏做了个 SPA， 让肝细胞更轻松地处理脂肪。不仅如此，因为抗性淀粉没有在小肠被分解吸收，这也意味着它所提供的热量比普通淀粉更低。吃同样重量的抗性淀粉食物，摄入的有效热量可能更少，却有较强的饱足感，这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。我们可以把抗性淀粉的优点概括为几条。第一，它让血糖上升得慢、温和，不会造成餐后血糖的过山车式飙升，血糖平稳了，胰岛素分泌也就更平稳，不会一下子大量涌出，把糖都变成脂肪存起来。换句话说，抗性淀粉等于从源头上减少了淀粉转脂的发生，因为没有大量多余的葡萄糖需要被转储为脂肪了。第二，抗性淀粉善待你的肠道，它像可溶性纤维一样，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，减少有害物质，如一些细菌产生的内毒素 LPS 的产生，同时产出对身体有益的短链脂肪酸，结果就是肠道发炎减轻，屏障功能改善肠道。好了，肝脏也跟着受益，因为很多肝脏的负担其实来自不健康的肠道送来的毒。第三，抗性淀粉有一定的热量折扣，由于它不能被小肠吸收，大约相当于部分热量直接打了折扣。更妙的是，抗性淀粉往往存在于富含纤维的天然食材中，这些食物通常需要多咀嚼，消化慢，人也更有饱足感，不会狼吞虎咽吃过量。在同样热量下，富含抗性淀粉的饮食更容易让人有满足感，避免摄入过多其他高热量食物。听起来，抗性淀粉简直像是淀粉界派来拯救人类健康的白衣骑士。你或许会问，既然它这么好，我们平时去哪里找它呢？难道要跑去买什么昂贵的保健品吗？其实不需要。抗性淀粉广泛存在于许多常见的天然食物中，很多你熟悉的食材本身就富含抗性淀粉，只是你可能不知道而已。以下我来揭晓几个日常生活中抗性淀粉含量相当高的食物。地瓜、红薯。地瓜可以说是抗性淀粉的明星食物之一。过去物质匮乏时代，不少老一辈以地瓜当主食，反而很少听闻他们有什么高血脂问题。地瓜富含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，升糖指数低，吃了容易有饱足感，而且不会让血糖飙高。特别有趣的是，冷掉的地瓜抗性淀粉含量更高，所以有些人喜欢把蒸熟的地瓜放凉后再吃，口感粉糯，甜度降低，但对血糖更友好。地瓜也是长寿饮食中的一员，比如世界著名的长寿地区冲绳，老一辈主食就是红薯。他们过去比起爱吃白米，更常年以地瓜配蔬菜鱼类为生，心血管疾病发生率远低于现代人。或许地瓜里丰富的抗性淀粉正是默默守护他们健康的功臣之一。全谷杂粮、糙米、燕麦等。白米之所以问题多，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和营养都在碾磨精制过程中被去除了，只剩下容易消化的淀粉。而糙米保留了米糠含胚芽，其中不但有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，还多了纤维含抗性淀粉，消化速度比白米慢得多。用糙米饭取代白米饭是改善血脂的第一步。此外，燕麦也是公认的降血脂明星食物。燕麦里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贝塔，具葡萄糖，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燕麦里的抗性淀粉也不少哦，特别是隔夜冷藏的燕麦，俗称隔夜燕麦 overnight oats。因为燕麦煮熟再冷却，部分淀粉会重新结晶成抗性淀粉，含量比热腾腾现煮的更高。把燕麦片煮粥或用牛奶冷泡，放冰箱过夜再吃，既方便又提升了抗性，淀粉摄取一举两得。豆类，红豆、绿豆、黑豆、
扁豆等。俗话说天天吃豆，何须吃肉。豆类不但是优质植物蛋白来源，更是抗性淀粉和纤维的大仓库。绿豆、红豆熬成汤，当中就含有抗性淀粉，所以传统养生常说夏天喝绿豆汤清热降脂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扁豆、鹰嘴豆等杂豆更不用说，做成沙拉或炖汤都能给你满满的耐消化淀粉。有人可能担心吃豆会胀气，那其实就是因为里头的抗性淀粉在被肠道细菌发酵时产生气体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正是好事，代表你的肠道菌在努力工作，产生有益健康的代谢物质呢。当然，一开始摄取豆类量别太大，让肠胃有个适应过程，逐步增加就好了。未熟的香蕉，没错，这听起来有点奇怪。平常我们吃香蕉喜欢挑黄澄澄、熟软的，但那样的香蕉里含糖较高，抗性淀粉相对少。青香蕉未完全熟透，带点青绿的香蕉淀粉含量高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抗性淀粉。在一些地区，还有人把青香蕉晒干，研磨成绿香蕉粉，作为富含抗性淀粉的营养补充，用来帮助控制血糖和体重。所以下次如果不小心买到生香蕉，不妨勇敢尝试一下，或者用它来做料理、烘焙，说不定对健康更有益。除了以上几种，其实凡是富含纤维的未精制淀粉类食物，多多少少都含有一定量的抗性淀粉，比如玉米、小米、薏仁、芋头、南瓜等等，都比白米饭来得优秀。而且一种食物的抗性淀粉含量还跟料理方式有关。一般而言，煮熟后放凉，再加热或凉吃，都可以让部分易消化淀粉转变成抗性淀粉。原理就像米饭变干饭变回生淀粉一样，分子重新排列，变得不易消化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营养建议会教大家把煮好的白饭冷藏成隔夜饭，再回锅炒或微波，加热短时间内不要把饭搞得太烂，这样吃进去的淀粉有一部分是抗性淀粉，升糖反应相对低。不过要注意，单靠这种冷却再加热的方法，增加的抗性淀粉含量其实有限。就像前面提到的隔夜燕麦、冷饭，其抗性淀粉虽比热的多一些，但和真正天然富含抗性淀粉的食材比起来，还是少得多。所以与其每餐饭后搞实验般去冷藏重煮，不如干脆在日常饮食中多选择本身就富含抗性淀粉的粗粮杂粮，比如煮饭时掺一些糙米、薏仁或豆类，或以地瓜、南瓜、露菜替代部分精致主食等等，长期下来效果会更好。说白了，就是恢复古早味的主食结构。我们祖父母辈以前吃杂粮、地瓜饭，那些被视为穷苦时代的无奈之选，没想到却隐藏着健康密码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，我们顿顿白米白面，结果富贵病找上门。现在科学证实了粗杂粮的价值，仿佛是大自然在提醒我们，该回到多样而天然的饮食了。当然，光靠增加抗性淀粉一种手段，并不能保证你就100%远离高血脂。我们还是要强调全面均衡的生活方式，但抗性淀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武器，让我们在对抗血管疾病的战争中多了一个得力盟友。如果把我们的健康比作一场攻防战，一边是像白米饭、糖分这样内鬼在不知不觉中引爆炸弹，另一边我们现在找到了抗性淀粉这个拆弹专家，潜伏在日常食物中，帮助拆除三酸甘油酯的威胁。而要彻底打赢这场战争，我们还可以布下天罗地网，从多方面夹击高血脂。除了抗性淀粉之外，不要忘记另外2大护血管利器 Omega-3 丰富的食物和规律运动。首先是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一种对心血管极为友善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存在于深海鱼如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、亚麻籽、核桃等食物中。众多研究早已证实Omega-3 有降低三酸甘油酯、提升好胆固醇 HDL 的作用。美国心脏学会甚至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深海鱼来保护心脏。把 Omega-3 想象成空军战机，专门狙击血液中的坏脂肪，而抗性淀粉是陆军工兵，负责拆除地雷，阻止脂肪囤积。两者配合，再加上运动这支强力的地面部队，就形成了海陆空立体作战。运动的好处不用多说，
有氧运动比如快走、慢跑可以直接燃烧脂肪，降低三酸甘油酯，阻力训练则能增强肌肉，提高基础代谢率，让身体更有效率地利用能量，不至于囤积过多。研究显示，每天哪怕快走个30分钟到1小时，都能显著改善血脂代谢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抗性淀粉饮食加 Omega-3 摄取加规律运动结合起来，就是一个稳操胜券的3合1策略，从源头减少血脂生成，促进脂肪利用，又加速清除血中油分，让三酸甘油酯想升高都难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看最初的问题，每天1碗饭究竟是不是在养血管炸弹？答案或许因人而异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现代久坐少动、热量过剩的生活中，每天大碗白饭确实可能让部分人血中的三酸甘油酯节节攀升，成为健康隐患。不过，现在我们也不用恐慌的跟米饭永别，而是可以选择更聪明的方式来享受主食。我们已经找到了三酸甘油酯的天然克星，也就是那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。只要每天有意识的让这些食物上桌，比如每天至少1餐用地瓜、燕麦、糙米、豆类等替代精致白米饭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你的血管将收到礼物，血液里的油脂逐渐减少，变得清澈顺畅，内脏的脂肪负担也日渐减轻。想象一下，几个月后再去验血，原本亮红字的三酸甘油酯项目可能神奇的降回正常，原本超音波下泛着白光的脂肪肝也许缩小甚至消失了。届时医生会惊讶于你的改变，而你自己则感受到精力更充沛，腰围变细了，整个人状态焕然一新。这不是奇迹，而是科学加上行动带来的必然结果。总而言之，白饭虽好，可不要贪多。当我们了解了淀粉转化为脂肪的机制，就能对自己的饮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过去我们把淀粉当成无害的基础食物，如今知道它也有两面性，精致淀粉过量就是慢性健康炸弹，而抗性淀粉则是拆弹的高手。现代医学发现，其实很多所谓文明病的解方，往往藏在最平凡的饮食改变里。这让人想起一句话，最好的药物就藏在我们的餐盘中。今天分享的首尔大学新研究正好印证了这点。一日一碗饭并非洪水猛兽，但在碗里装什么饭大有学问。现在你可以把秘密武器抗性淀粉加入你的碗中，让我们聪明的吃饭，养成对抗血脂的体质，将那颗隐形的血管炸弹彻底拆除。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吃对主食的自己，毕竟健康的血管让我们离长寿和活力更近了一步。祝愿大家都能远离心梗、脑中风，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守护好自己的身体。每一天从这一碗聪明吃下去的饭开始，为血管保驾护航。